我是 Helson。这次我们来到的是四川成都，成都真的太有名了，熊猫就是成都的一张宣传名片，以至于我不用太怎么介绍这座城市的特点。当然，这次来到成都，一方面是需要工作，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能来看看熊猫。不过这次来到成都3天后，我发现成都吸引我的反而不是熊猫。成都除了熊猫，还有哪些不一样的特点呢？本期视频就和我一起来探索成都这座城市吧。开心吗？开心。这次来成都出差正好赶上周末，所以这次就带上老婆一起，可以好好体验一下成都这个城市。其实我和老婆之前都各自来过成都，但都是因为出差，时间匆匆，都没能好好的体验这座城市。这次正好赶上周末，决定去成都看看。当然，主要还是想来看一看熊猫。我们周五上午从上海虹桥出发，大约3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成都。甚至在飞机上，按照惯例，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成都这个城市吧。成都是一座拥有2300多年建城史的中国西部名城，古蜀文明在此发祥。现在，成都不仅是熊猫故乡与美食之都，也是中国西部的经济、科技与文化中心。快下雨了。对啊，下雨了。也不知道是这边就是凉还是空调打的冷。你看人家穿红帽。我感觉我是不是穿的太凉快了？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，我们中午到达了成都双流机场。当时是8月底，说真的，这个时间在上海的话还是挺热的，但是在成都真的有一点让我感受到了凉意。不过说句题外话，因为四川盆地的原因，成都的天气阴天下雨的时候还是蛮多的。成都的同事和朋友都和我说过，如果哪一天成都突然出了太阳，大家都会出来晒一晒太阳，草坪上都是人。酒店我们定在了成都的市中心春熙路旁边，比较方便去各个地方。说实话，这个酒店的房间还是蛮大的，稍微休整吃了点东西，我和同事就先匆匆的去工作了。晚上和在成都的同事约了饭，一起来吃地道的成都火锅。当然，作为常年在四川的同事，也和我们介绍了好多当地的美食，决定后面有空一定要去尝一尝。自贡的是兔肉，然后乐山你去了，基本上吃那个，钵钵鸡是起源于乐山的，钵钵鸡呀、跷脚牛肉啊，在乐山就很厉害。跷脚牛肉，对，跷脚牛肉，跷脚牛肉也不挺好吃的。是的。当然，这顿火锅的味道也确实不错。不过，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专门做成都火锅的门店了，其实各个味道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对我个人来说，我更喜欢老北京铜锅，可能是我不太能吃辣的原因吧。我觉得铜锅涮肉会更香一点。当然，在吃成都或者重庆火锅的时候，我也很喜欢用油碟涮出来的肉在油碟里蘸一蘸，能去除一些辣味，并且也很香。这里稍微说一下成都和重庆火锅的区别。成都火锅用的是清油或者说是菜籽油，而重庆火锅是牛油。之前我有一位在成都上大学的同学和我说过，他有一次去重庆吃了当地的重庆火锅，第2天觉得喉咙的油很重很厚，感觉牛油凝固在了喉咙的感觉。这个应该就是2个地方的火锅最大的区别。当然，我觉得2个地方的火锅对我来说都差不多，因为都挺辣的。第2天上午没有工作，我就和老婆一起去了成都的大熊猫繁育基地。从市区打车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到，很方便。我们从南门进入，直奔游览车，因为熊猫基地很大，如果不坐车的话会很累，并且半天根本不可能逛完。从南门进入的话，距离最近的景点就是熊猫别墅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熊猫花花。我们当然也想凑热闹来看一看，不过这个人也太多了吧。这不看花花看2点有啥意思？我们时间有限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但是当我们满怀激动想去其他的熊猫别墅看看熊猫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只有这样的场景。熊猫别墅模拟了熊猫的自然栖息环境，拥有开阔的草坪、栖息架、水池和丰茂的树木，可以展示熊猫的生活习惯。但也因为太大了，熊猫其实有时候会被树木遮挡，或者根本看不到。不过最终我们还是近距离看到了熊猫。离开熊猫别墅区，我们来到了熊猫会客厅。在星星产房，我们看到了可爱的大熊猫。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在熊猫别墅没有看到熊猫，或者觉得距离太远看不清，强烈推荐直接来熊猫会客厅。他是唱那个《黑神话：悟空》里面悟空的那一首歌的女唱，那还可以啊。他今天来吗？他是今天唱还是明天唱？
哦，它明天场，这边好像明天场啊，是明天场，明天场。这次的工作是在音乐节拍摄。下午结束工作后，我和老婆还有同事一起来吃昨天同事推荐的钵钵鸡。选好自己想要的食材，我们3个选了红油和藤椒这2个经典的口味。虽然看起来很辣，但其实钵钵鸡吃起来很香。钵钵鸡当然是吃不饱的，我们还额外点了豆花、红糖糍粑等当地美食，是真的好吃。吃过饭和同事分开，我和老婆准备去附近的四川大学逛一逛。2个人骑上共享单车，吹着夏日傍晚的微风，穿梭在成都的大街小巷，其实还是蛮舒服的。这让我更加喜欢成都这个城市。大街小巷有吃不完的美食，并且风景也不错，很有烟火味儿，真的是很惬意。老婆一直有逛校园的习惯，其实我也有。除了能回想起当初在学校的往事外，其实对于工作后班味太重的我们来说，逛逛校园能暂时让我忘掉工作的烦心事儿，其实还蛮好的。不过对我来说，四川大学可能还是太高端了。川大可以说是在中国非常出名的一所好大学。去年12月，法国总统访华时，同时也访问了四川大学。或许是因为好学校的原因，大学里的学生走起路来总是神色匆匆，不是在去图书馆，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，给人一种学业压力挺大的感觉。当然，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罢了。或许是因为川大太大了，我只是在教学区，没有看到这里的另外一面。因为在此之前，我和另一个在大学工作的朋友，同样是在晚上逛一逛他工作的学校。他工作的那所大学不是非常出名，非常普通的一所大学。也许是因为学校太小的缘故，在教学区能看到3、5成群的学生从学生会或者社团结束活动，也能在操场看到打篮球、跑步的学生，在宿舍区能看到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一起回宿舍，或者说是去水房打水。这些场景让我看起来很放松，能看到学生开心的笑脸，能感受到青春的气息，去班味的效果更好。当然，这只不过是我一个人的感受罢了。逛完川大，又和同事会合，晚上我们一起去逛了下建设巷小吃街，但晚饭吃得太饱，3个人实在吃不下什么，就一起尝了尝甜水面，也非常推荐，好吃。其实好像就是面粗的那种面什么的，算是，也不应该叫面条了。第3天是在成都的最后一天，下午就要乘飞机返回上海，上午就和老婆一起去见了在成都的一个朋友。因为时间还早，就和朋友一起来逛逛宽窄巷子。宽窄巷子由宽巷子、窄巷子和井巷子3条平行排列的老巷街道组成，是一个清代的古街巷，不过现在被改造成文化商业区。但其实这里并不是很大，如果简单逛一逛的话，大概1个小时就足够了。个人觉得其实全国这种类型的景点非常的多，着实没有什么好逛的。快速逛完后，作为长期生活在成都的朋友，给我们安排了下一个节目——摆龙门阵。龙门阵是成都当地的词语了，意思是几个朋友一起在茶馆、公园甚至路边闲聊。宽窄巷的对面就是成都的人民公园，正好就适合摆龙门阵。公园靠近湖边的地方密密麻麻摆满了椅子和桌子，供人们喝茶聊天，当然还可以再点一些点心。说实话，这里真的太惬意了，一边喝茶聊天，看看公园的湖景，甚至还有采耳的人在这边可以掏一掏耳朵。当然，采耳也是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了。成都真的太吸引我了，有美食，生活惬意，喝茶，看看风景，掏一掏耳朵，可以暂时逃离快节奏的工作和烦恼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有机会一定还要来。我是 Housen， 如果喜欢这种带着观察的旅行故事，别忘了点赞订阅哦。